高达 Seed 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二五仔？军纪何在？经常有人好奇啊，高达 Seed 作为一部以军事题材为背景的科幻作品，为什么剧中的人物经常出现各种不服从命令，甚至是叛变的行为呢？他们的世界难道就没有军纪的存在吗？这个问题啊，说简单了，可以拿一句“因为它是偶像剧”来草草结案；说复杂了，也确实带着一些新老高达作品关于战争刻画手法的改变有关。今天啊，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。先说说跳反次数最多的狼哥吧。其实狼哥一出场，跟鸡哥这含情脉脉的对视，估计大家就能猜出来了。他俩中的一个必反，只不过最后其实相当于是两个人都跑了。作为高达全系列中最迷茫的男配，阿斯兰其实算得上是挺目的明确的。他参军的起因就是母亲死于地球联合军无耻的核弹偷袭之中，因此刚上来打地球联合的时候还是嘎嘎没力气的，来不来就变暴力虫，拿海妖炮突对面，唯独面对发小吉拉时会手软。完了，小哥俩各自献祭了自己的克林，纷纷开启了真飞鸟状态，干了个爽。也就被小鸟上身的这么一小段时间，阿斯兰确实没有犹豫了，认认真真的把吉拉往死里边打。可是小鸟之神刚一离开身体，激情的小脑瓜又占领高地了。在卡加利的一顿揪衣服薅领子之下，他又开始迷茫了。千辛万苦干掉对面的 Ace， 到头来啊，给予他肯定的只有伊扎克，真是世风日下呀。到此为止，阿斯兰的思路啊都是清晰的，替母亲和同胞们报仇，但是呢又不太忍心杀基友。可等拉克斯也掺和进来以后啊，就彻底乱了。他连自己为啥要打自然人这一点都不敢肯定了。为了要报仇，报仇有用吗？为了要赢得种族冲突，打到什么样才能算赢？就在他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战场上又遇到吉拉了。经历过生离死别之后，阿斯兰也算是看清了，杀来杀去没意义，不如跟着吉拉拉克斯混，阻止战争的蔓延才是正道。当然了，这里也要感谢他老父亲临门一脚，把他彻彻底底踹到奥布阵营去了。其实第一季的阿斯兰还算是比较好理解的，无非就是描写一个士兵在国仇家恨、好友和战争大义之间该如何做选择。而之所以他敢跳反，其实也跟扎夫特的制度有关。作为一个在建立之初被视为民兵性质的组织，扎夫特初期主打的就是一个管理扁平化。出于对调整者们优秀基因的信任，高层不会对士兵进行过多的强行管制，而是让士兵自己来做出判断，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每一个优秀士兵的主观能动性。只不过到了后期，随着战争不断的升级，再加上像阿斯兰这样的叛逃者出现，扎夫特的军纪才变得逐渐完善。不过扁平化的部队文化还是留了下来。这种部队形态对于咱们这些自然人来说啊，其实挺抽象的，因为在传统观念中，军队就应该实行严格的上下级管制，无条件的执行上级指令的士兵那就是好士兵。可人家毕竟是调整者，人均小爱因斯坦的，个别人除外啊。所以说制度啊都是因人而定的。同样的制度放自然人这边可能直接就乱套了，可是在调整者那边却能在小修小补的情况下运行好几年，就是这么神奇。所以阿斯兰就算贵为 Plant 大太子，估计在调整者眼里啊，也就是你走就走吧，你不当太子，有的是人来当太子。另一方面，日本作为二战中身为侵略者的一方，他们的影视作品中啊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思考：普通人在参军以后，是不是也要去想一想自己参加的是怎样的战争，是否真的该对上级的指令言听计从等等，而不是用一句我只是服从命令罢了来为自己解脱。这也算是非常符合国情的一种思维方式了。而 C 的第二季的剧情就比较抽象了，阿斯兰相当于是从奥布跳回了扎夫特，还当了特权兵，一顿划水以后又跳回奥布了。这已经不能用什么士兵的主观能动性来形容了，一仗其实就差直接张口骂街了。由于这个呀，只有用其实阿斯兰只跟吉拉混这种理由来说通了，所以也没必要分析了。另外呢，还要稍微提两个人，那就是飞鸟和美玲。俩人其实抗令跳反的理由啊，都是一个，为了私情。小鸟其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他就是赌自己就算违反军纪，身为扎夫特当红 Ace 的他，一仗也不会拿他怎么样。而美玲则是更加清楚自己的处境，只要当时脑热帮了阿斯兰第一步，就必须跟阿斯兰跑，不然留在扎夫特迟早得被查出来。也就是说，飞鸟是明知有军纪，但更知道自己有比军纪更好用的靠山。美玲呢，则是知道自己犯军纪了，所以干脆不回来了，懂了吧，兄弟们？战争不是打打杀杀，全是人情世故。最后啊，还要提一嘴伊扎克和迪亚哥。迪亚哥第一季其实跟阿斯兰差不多啊，属于是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跳槽。而伊扎克虽然一直被说是战队王，但事实上啊，他才是最忠于 Plant 那批军人。在第一季经历战场的洗礼以后，他也从愣头青大头兵变成不会滥杀无辜的有思想政治觉悟的带头兵。他在最后掩护的卡加利他们也是参与到保卫 Plant 的部队。所谓敌人就是朋友，战场上只要你对我方有好处，少数敌其实没毛病。第二季更是能用一句话为自己的战队行为交上满分的答卷。
不管你是迪兰达尔还是拉克斯，谁对普兰特好就跟谁混。以扎克的立场啊，就是这么简单且坚定。所以他只因为杀过平民而上过军事法庭，却从未因站队而被治罪。那么综合看下来啊，想法过多导致战力下降，甚至临阵叛逃的，或者是目无军纪，甚至直接跳反的，我觉得呀，都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好士兵。只有像以扎克这样，在始终忠于自己祖国的前提下，还会思考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参加战斗的，才是最理想的士兵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